好久没有关心到的是俄乌战事，因为有了重大的进度。我们今天特别关心到的是，其实呢，目前在乌军的部分，他们已经面临到断粮，而且达到了8个月，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前线可以说是崩溃了。再来，我们来看到俄罗斯针对于无人机不断的扩张，再加上北韩的力挺，现在战局可以说是全面的倾斜的。泽伦斯基现在被指控说他是不是恋战权势，要做假和谈呢？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也会特别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关心到。刚刚特别说了嘛，因为呢断水断粮，士兵现在受到皮包骨了。那么乌克兰的士兵还撑得下去吗？这一场消耗战。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到俄军方面有了无人机的量产，还有北韩的支持，加上他在远程的打击的武器上面全面的升级哦。这一场战争是不是比较倾向，应该说是明显的倾向俄方呢？第三件事情，今天也会来特别关心到是泽伦斯基，他一边喊要谈判，但是呢，他另外一边又延长战时的状态，要达到90天，这是一个政治上面续命的操作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赶快来看到前线士兵，乌克兰的士兵现在已经瘦成皮包骨了，最瘦的士兵甚至只剩下30到40公斤，因为他们面临8个月断水跟断粮，被形容说呢，已经出现了昏厥跟战力崩溃的现象。大家会认为说这只是个案而已吗？结果现在被证实说，这个是乌军第14独立机械化旅的部队的整个产况，也就是现在前线所面临最糟糕的一个状况。乌克兰确实也有一些捷报，包括在最近他打下了俄罗斯的一个炼油厂，还袭击了俄军黑海舰队的登陆舰跟侦察舰，无人机还击中了一个俄军的空军基地，重创的是来自于俄罗斯的米格31。但是俄罗斯方面同样在军事上面做出了一个非常强势的反击，发射了144架的无人机做远程打击的目标就是第聂伯罗，遭到空袭，一共是造成了2死21伤。再来，乌军呢，它则是出现了误袭的事件，造成国防承包商佣兵大量的损伤。俄罗斯方面现在甚至呢，在这个靠近乌克兰很近的一个地方，扩建了一个无人机的基地，说呢，他要在这边来大量的部署量产新型的这一款喷射引擎无人机，那么增加它在远程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还有来自于北韩，现在已经公开表示绝对会力挺俄罗斯到底。种种的状况，我们尤其来关心在乌克兰的人力部分，前线是不是断水断粮，已经造成了非常危机的状态，几乎面临崩溃。干哥怎么看？好，你看到这3个士兵的照片，你真的会以为他们是俘虏，而不是士兵。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怎么能够瘦成这样呢？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跟各位讲哈，8个月没有正常的补给的话，其实人类不是先饿死，而是会先崩溃。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于粮食的那种幻想已经到了不是跟正常人一样的逻辑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吃不到，但是他们常常要用这个做梦的方式吃到，就是有点像这个饮鸩止渴啊，或者是说望梅止渴啊之类的。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已经对于补给已经不再具有信心了。我们去看看2000年的官渡之战，曹操当时他夜袭了那个袁绍的那个粮仓，叫做乌巢。自从夜袭了乌巢之后，70万大军就没有斗志了，所以曹操只有8万，但竟然可以打败袁绍的70万大军。为什么？因为你的粮仓被毁了，毁了之后军心完全涣散，千古不变的道理。那乌克兰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些士兵得不到补给？其实8个月有点夸张，而是8个月之中断断续续。我所了解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桥断了，车子过不去。到最后你知道怎么办？出动可以载重的无人机，把油料、弹药跟食物，其中最重要的是食物，常常拿得到弹药，拿不到食物，是这样。常常有些人有食物却没有弹药，反正前线的他在库皮扬斯克前线，常常这些守军，像第14化机械化旅啊，就是拿不到东西，所以这些士兵都只能够躲在战壕里面，
但是他们的信念告诉他们不能够撤退，因为只要撤退的话，这个阵地就没有人守了，没有人守的话，俄罗斯部队就可以长驱直入了。所以有好多个要塞的士兵，他们是经常遭遇到，就是说要这个少那个，要那个少这个，因为攻势已经受阻了，然后他们只能够死守。在死守的情况之下，你知道后方的指挥官，你认为他们是人谋不臧，也有可能。除了人谋不臧以外，就是补给真的困难。你派无人机去丢，常常丢不准，为什么？你还是要有人，连直升机都飞不过去，为什么？直升机那一定是俄罗斯无人机的火把，所以你不能够派直升机去，那个是根本就是白白送死。那你用无人机补给的话，那就面临很多实务上操作的困难。所以8个月以来只剩下皮包骨，一个90公斤的男人剩40公斤，40几公斤，这样能看吗？那所以这还不是家属去公布的话，那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的观众还不晓得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惨无人道的悲剧。而且你知道现在他们在历劫归来之后，听说已经这个都获得了补给了，就是说短缺的部分已经获得补给，因为那已经建筑于世。那没有被公开的还有多少？你知道这些士兵现在回来要干嘛吗？要开始心理辅导，因为他们不是正常人，他们必须住在精神病院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已经不相信他们下次能够得到正常的补给，也就是他不再相信他所认知的世界。这场战争对乌克兰的打击是非常严重。好，这个是乌军前线的最新的状况哦。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俄罗斯刚刚说了嘛，他还建了这个无人机的最新的一个发射基地，在这边去大量的生产更多的无人机之外，还做这个远程火力的升级等等。还有北韩的支援加入。接下来这个俄乌的这一场战事，是不是越来越明显往俄军的方向来做倾斜，掌握优势呢？上这个怎么看？我觉得我们每年今天俄乌战争第4年了，我们至少觉得第2年该结束了，第3年、第4年都结束不了。我觉得最大关键就是乌克兰打不死，俄罗斯打不赢，然后现在这双方来讲，就大家都打麻了，就麻到你就好像没有谁对于对方有个致命的，可以最后能够输赢。当然，这个输赢感其实不是太清楚，就是说俄罗斯好像会现在优势一点，可打4年还没有这种你知道悬殊，所以但是我们就其实也知道原因啦，在这次的战争，在俄乌战争当中，它经历了一个我们从冷战时代以来所看到，包括一个打仗的状态，导弹打，包括坦克车等等的这些，可你会发现出现无人机，就说这次战争。乌克兰战争第一次出现超低成本打超高单价，这个其实是把大家都弄糊了，所以全世界军事专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这里头这不是一个系统性哦，这有点算是野蛮生长的，就无人机这种自顾就野蛮成一个这样子的状况。好，可是这里头同时我们也体会到，俄乌战争也出现过去从来没有的就经济制裁。其实过去美国虽然都有部分制裁，但是这次的包括 SWIFT、包括货币的、包括北溪2号、欧盟等等的这种系统性的从软体到硬体的具体的经济制裁，我认为这是普丁在一开始打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所以他一开始可能打一打就想说就可以跟我下跪就结束了，就没有想到其实就有这样的问题。所以眼前到底对俄罗斯有没有倾向的优势呢？我始终认为军事这件事你要来看一些真的东西，就是来算钱。俄罗斯现在的状况都知道，这里没什么钱哦，因为2025年他卖的黄金卖掉32亿美金，比他过去每年你知道卖的超过8倍。其实江湖上包括都说俄罗斯卖黄金好像卖到很多了，因为真的没有钱了。而且我们看到2个东西，最近这几天听说俄罗斯去跟北京希望谈，他们外交部长去，财政部长去，希望能够中国大陆能够跟中国大陆借贷。也就是说借款哦，真正借钱，国有借钱，但是这个部分还没有被真正的证实。可是有个东西出来了，是什么呢？中国大陆让俄罗斯的一些能源的大公司在中国发债，公司债，这个东西它是企业的，但我要讲的部分是，就是说欠钱，因为这些俄罗斯公司到全世界去卖他的债，没有人要买啊，被这些制裁，所以到中国，可是中国让他发债，就可以兜一些现金出来。这最近你可以看到，俄罗斯真的蛮没钱的，而中国还是要想尽办法，但要在美国的这个抑制之下，谨慎的为俄罗斯开辟财源。可是对比乌克兰呢？乌克兰因为这我们看匈牙利的部分的这个部分的政治的变化。同意了这个整个欧盟对于乌克兰的900亿，2026年今年给的包括600亿的这个军事的钱，跟300亿的部分的财政的钱，
这乌克兰今年有300亿对不起，欧元哈，不是美金哈，而且不要忘了，它不是这个钱哦。2024年到2027年，现在有个叫做乌克兰基金，乌克兰基金是每年要给他在这2024到2027年当中，每年最后总共给他500亿欧元。今年2026年是早先乌克兰有说，他们需要400亿美金，400亿欧元左右这样子的，他们才能够活下去这个国家。所以现在欧盟的今年拨的预算不出来的时候，匈牙利卡住说他们都快要死掉了，跑去美国说可不可以，美国也不理他，他们也说不给你钱。结果现在因为匈牙利这张牌的变化，俄罗斯不是乌克兰就有钱了，至少他2026年可以活下去了，而且包括他有军费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说，其实，在军事上，我们看很多政治外交当中的这些政治的倾向性。可是，你就要来盘点这个两个的钱袋子。俄罗斯现在真的蛮没钱，所以要跟中国一直盘点、一直借。可是，乌克兰终究还有欧盟，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放弃它。虽然欧盟要求你乌克兰，你不能有贪腐，你不能有其他的资源。我觉得看到这些刚刚这些照片上这些瘦弱的，很大的原因也可能包括贪腐啊，后方的这个资源没有办法补足上。所以这就是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现况。好，现在看起来这个俄乌双方都去扩展自己的财源，看起来这场战争还会持续好一段时间。俄罗斯在中国这边辟财源啊，乌克兰得到了来自于欧洲的援助。但是我们也来看到，在政治上的动作呢，泽伦斯基在这个时候把这个战备的状态、战时的状态再增加天数，而且呢延长时间高达了90天。原本是在5月4号哦，现在确定会延长到8月2号，而且他还抛出一边他说要延长这场战争，但另外一方面他又说他想谈，但真的是这样子吗？原因是因为这个会面的地点选在了一个俄罗斯几乎不可能答应的地点，也就是他现在说愿意在亚塞拜然这边谈。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亚塞拜然其实才刚跟俄罗斯签下这种很多的国防合作，深化彼此的关系，再加上俄罗斯一直都说了要谈可以，但是一定要在一定拒绝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谈。那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这个泽伦斯基根本就没有想要谈呢？大使怎么看这件事情？泽伦斯基当然是他还是要做出姿态啊，因为欧盟他现在整个战争基本上还是靠欧盟在支撑的，美国还有部分，那所以他也不是愿意永远打下去，因为他也不能保障欧盟的这些钱永远是可以给他的。那另外一方面，他对内部也要就是说有所表示啊，不是一味就永远就打到所有的领袖，他都要有一个终战计划，要不然就是说能够用谈判达到这个军事不能达到的目的的话，那就要用谈判的方式嘛。所以他当然要摆出这个姿态啦。不过基本上，普丁不会理他的，对，因为普丁现在就是说他所谓的特别行动计划的自己设定的目标只差在顿内茨克还有1/4的顿内茨克州还有1/3到1/4土地还没有被打下来而已，因为他一直要这个顿内茨克这个州的所谓的行政疆界的所有土地，他说这个就是我们俄罗斯的土地，对我的军事计划就把它拿回来。所以呢，现在对俄罗斯来讲，它是以逸待劳了，然后这个战场，说实话，现在在顿内茨克这个战场现在是停滞的话，俄罗斯并没有停止他该做的工作。我最近看了一个片子，叫这个在这个就是这个俄罗斯已经攻占下来的这个原乌克兰的土地里面，俄罗斯正在做快速的重建，包括物质的重建，还有就是什么，当地人民精神上的建设。因为这些土地原来就是属于俄罗斯的，是因为苏联时期把它割给当时的乌克兰，所以那边原来的居民本来就是俄罗斯的居民，可是年轻一代就变成认同上有问题，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个我看这个片子，俄罗斯正在这些收复的土地里面重新盖房子。然后把所有乌克兰的任何的痕迹全部摧毁掉，然后呢，重新把俄罗斯文化带入到这些已经打下来的土地里面。所以俄罗斯没有在闲着，人家忙得很，这些土地就摆明了，你就不会还给你了。我们现在已经当俄罗斯土地重新再建设，重新再给人民建立新的认同。所以呢，这个片子讲的是马里乌波尔。
马里乌波尔事实上当时在开战之前，就是俄罗斯用大军打下来以后，打的是一片废墟。可是呢，现在正在这个快速的重建。那重建的过程中，也有很多这种新房子的盖、马路的重修、学校这些居民的生活的恢复忙得不得了啊。所以乌克兰事实上想要收回这些领土，大概已经是不太可能了。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现在这个川普来讲，他也没想到美国又送他一个大礼，美国又去打伊朗，那不是让俄罗斯更可以就是说时间在我这一边，我就可以慢慢等。你泽伦斯基你就叫吧，没人理，川普不这个根本不理他。对，好，谢谢大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